凌晨5點出發，挑戰麗江頂流玉龍雪山。如果你最近也打算抱團去，答應我，先看完這趟沒有任何濾鏡的真實跟團紀實。排隊2小時只坐10分鐘的大索道到底值不值？氧氣瓶是不是智商稅？不吹不黑，最接地氣的玉龍雪山一日遊通關攻略，現在開始。现在还不到6點鐘，我們2個去昨天大巴車讓我們去的地方等他。我現在語言組織能力已經混亂了，大概1公里走15分鐘，但是我們不能走那麼快。雖然還挺黑，已經有不少車出來了。這邊日出要8點鐘，還有2個小時可以看日照金山。這些東西超市裡都有賣。我們已經到了等待位置，然後就等他過來了。羽绒服已經穿上了，氧气瓶也在拿着。不离手了已经。在預定出發日期的前一天下午，導遊打電話聯繫我們，加了微信，跟團的出發時間、等待大巴車的地點、大巴車的車牌號都會在微信裡告知。第一個停車的地方就是供氧中心，在這裡導遊發了水和送的氧氣以及棉襖。1680個台階組成，相當於普通居民樓層差不多50層那麼高，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啊。那在爬栈道的時候呢，可以遵循一個原則，就是邊爬栈道邊休息邊吸氧，分段式的去爬。你爬10幾個台階、20個台階左右呢，不管身體舒不舒服，都停下來吸氧去休息啊。實在跑不动了呢，爬到哪裡算哪裡，量力而行就行了。之後繼續出發，路上會再停一下，工作人員上車檢票。這時候檢的票是進山的費用，進山票很充足，現買都行。進山費是進入玉龍雪山整個大景區的入場券，不管是去爬雪山、看藍月谷、去雲山坪，還是去牦牛坪，還是只在山腳下的乾海子轉轉，只要過景區大門就必須購買。再停車就是遊客中心的停車場了。我們到的時間正好，陽光剛剛落在山尖上。我們這個團沒有包含在特定地點看日照金山的服務，所以看這個就算是順帶了。其實肉眼看起來沒有很顯眼，但是手機拍出來非常好看。游客中心有寄存行李的地方，回程出發也要經過這裡，來取完全沒問題。這個游客中心面積非常大，我們一度沒有找到去往玉龍雪山的候車廳在哪裡。是前面嗎？前面。好嘞，好嘞。有一個冰川公園首道候車廳。對對。前面那個玻璃門裡面，進來裡面，我在裡面。然後你們先不要往裡進，我要跟你交代一下，注意事項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。早上上來真的很冷，要穿羽绒服。我們換一個什麼？這叫什麼？氧氣濃度更濃的氧氣罐。馬上就要坐索道了。這是檢的第3次票了。然後還要坐大巴車，我天哪！好，现在上车了。现在雪好不是很多哈。只有上面一點點。這塊是3356，速度好快呀，嗖嗖的，9分鐘要往上提1公里多。這個都怎麼沒有冰川呢？都是山。禁止吸煙，請主動上交火源。不讓吸煙，要上交火種。請按順序排隊。要波司登羽絨服。這邊可以補充一下，買點吃的上去。好，坐索道了。那裡邊還要再排幾圈。這麼多人。排隊過程有人主動給拍半身照，如果你實在没上去，可以把你和雪山 P 在一起，留個紀念。坐索道的过程可以看到滿是植被的山一點點變得光禿禿，最後山上全是灰色的石頭，天也越來越藍，空氣更加通透。
们就到4000多的海拔的地方啦。下了缆车之后也要走一段商业区，一句话总结：山上啥都有，哪怕你裸着来，也能让你爬到山顶，然后给你完好的送回去。是4506。今天天气好，然后晒着还挺暖和的。我们到了4506的高度，就是感觉腿沉，其他还行。平台是这样的，远处也有雪山，群山雪顶。我的目標已經達成了，剩下的都可以無所謂。我們就沿着這個棧道一直往上爬到那個上邊。這邊有休息的座位，可以坐在這裡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就往上走了。我今天隱形眼鏡都沒戴，我覺得我這兩天眼睛不舒服。啊，這對的。對，我這人都有點發脹。眼睛現在又血絲多起來，你自己看。是吧？反而沒有。我們到現在為止用了4罐氧氣了，我們包裡還有4罐，8罐，今天全部吸完，1罐也不浪費，去酒店也吸。走了，開始爬。我感覺我爬不上去。是。這2條腿都酸得不行，就走了20階台階就要休息一下，就感覺平地上已經走了100來階的那種。我覺得我倒是不會什麼暈過去啊這種，但是我覺得就這麼走太累了。才40階，我他媽就抽了。太累了。這還有多少階呀？我不得爬到下午啊！對，不行就下來啊。我感覺我氧氣都不夠爬到上面。啊，不強求。那沒寫你爬到了多少級台階，還有多少級台階。說明這裡有100步。這應該是100步。這裡是距離終點還有32米，有烤紅薯。322米，說起來簡單，爬起來真的好難呀。繼續往上。這裡乳酸堆積的速度特別快，就1、2、3、4，就10級台階，它就已經堆起了大概平原40、50節吧，我也說不清楚，反正你就能有明顯的腿酸。還有這麼遠，非常非常近，其實像2隻烏龜，然後在這兒緩慢的往前前行。大家都這樣。終於到了這個分界線了，4576，走，繼續往上，休息一下啊，不行，其實非常近，肉眼可見的距離，爬起來這麼困難。我們2個人，我已經累得不行了，喘得不行。老郭這個感覺屁事沒有，非常正常。就是氧氣用的有點多啊，我這個爬上來，我估計全程得用3罐氧，就這麼一直吸，我覺得啥事沒有。看到勝利的希望了，就在那裡。還有2個平台。中間好長一段是平的。完全連着的。對，最後那個最長。勝利就在前方，還行，只要就是那個平台，你就能上。對，最後這個台階巨長，這個就是我們最後的斜坡了。啊，終於到了！哎，天哪！拍那個碑呢？好好好啊，拍吧。有沒有其他的位置？就正面的碑。行程的，請您抓緊時間了。這邊拍完之後的，已經這樣。往下走了，下山排隊已經排滿了。下山排隊需要2小時左右。這邊是還有遊客中繼行程的，請您抓緊時間了。
到的就赶緊往下走了，下山排队需要下山排队需要2小时了。好，后边就是4680的呗，都在排队拍照，我们就下去了。这个视野好美啊！希望别的部分的人生的高度不要再错失。好，还要升华一下。我到后半段，我觉得我稍微适应了。我觉得前200米走的最痛苦。回去也得慢慢吸回去，你要不那么难受的，至少路上也得坚持吸啊。对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奖勵自己1根烤肠。不是，我们已经在下行步道上了，下来真的好轻松，跟上去不是一个难度等级。下山的途中，导游就联系我们了。之后我们碰面，告诉我们下一地点是蓝月谷，告知坐摆渡车的地点以及游览顺序。从雪山索道下来去蓝月谷，直接坐景区大巴，20块钱的统一价，真的非常良心。它是一票通坐，景区内所有大巴路线的换乘全包在里边，不需要另付费了。下了车，发现这裡也是云山坪索道的入口，这俩地方挨着。我们买了摆渡车的票，不买也行，看自己情况。蓝月谷海拔3000多，身体会舒服不少。这里就是一路走就行了，看的就是雪山森林和湖泊。这里的水全都是雪山冰川消融下来的雪水，因为这里的山体阻挡，一共形成了4个大湖，分別是玉叶湖、净潭湖、蓝月湖和听涛湖。时间比較多的話，可以在湖邊坐坐，享受一下不可多得的美景。跟團沒有這種福氣，時間比較緊張。藍月谷遊覽結束，繼續坐景區大巴回到早上最大的遊客中心。是自助餐的菜單，有這些。這個自助餐其實可以不買的，外邊肯德基、德克士啥都有。吃完午飯，繼續到遊客中心對面的劇場看印象麗江的表演。這是我們早晨來的地方，它已經成這樣了。這個也是張藝謀導演的，整場表演只靠演員嗓子，沒有話筒，沒有燈光和音效，沒有舞台特效，很多時候演員是用方言唱的，也聽不懂。兩邊有小屏幕告訴觀眾在唱啥。上一個看張藝謀導演的演出是西安華清池的《長恨歌》，這兩個表演，一個背靠驪山，一個背靠雪山，一個晚上表演，一個白天表演，一個看的是絕佳的舞美，皇家的華麗奢靡，一個看的是雪山的巍峨，人與自然的樸素和諧。《長恨歌》和《印象麗江》完全是兩個極端，相同的是考驗觀眾的耐受力，下雨的時候體驗都不怎麼好。不過我再也不會抱怨看表演的環境惡劣了，沒有完美的體驗。在這個焦躁的時代，我感覺很多人是坐不住也看不下去的。報團的時候可以選擇不帶表演的，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享受自然環境也挺好。表演結束坐大巴返程，晚上下車地點和早上的上車地點可以不一樣，提前和導遊溝通就行。我們最後下車的時間是下午的17點30分，整整12個小時。
這就是我們報的玉龍雪山一日遊的全部內容了。我們一直都是自由行，這裡為啥要定個一日团呢？接下来这段內容都是乾貨，但可能有點枯燥，不感興趣的可以跳過。是這樣的，我本來是想訂大索道票自己上的，我先搜索的是玉龍雪山，出現的是這個小程序，這裡可以訂玉龍雪山景區的門票，也就是普遍說的進山費。這個頁面涵蓋了不少其他售票的鏈接，點索道票的鏈接，它就會跳到另一個小程序，點開這個小程序又是一堆信息，在一堆零零碎碎的信息裡邊找有效信息。去玉龍雪山景區之前，我腦子裡是一點概念沒有，一天可以玩幾個區域，每個區域之間怎麼前往，每個區域大概玩多久。我自己做攻略的時候，越做攻略問題越多，每個問題都要單獨去查答案。還有一點，自己買大索道的票的話，還要嚴格按照時間段去乘坐。這個過程中，我越發覺得這裡自由行太麻煩了，高海拔也可能會有不能預料的問題，貌似抱團更省心。玉龍雪山的旅行团，我看的最多的避雷點，依舊是說把游客拉到供氧中心騙你買氧氣，我覺得算不上是騙，這裡沒有強買強賣，沒有說游客不買就不能走。高原地區高反確實有一定的危險性，供氧中心這裡工作人員也科普了一下高反相關的知識，這對於初次來高原的人來說是有用的。如果沒有供氧中心這一步，直接帶遊客進山，我相信肯定有人啥也不帶就進去了。萬一出了事故，景區要負100%的責任，少則付醫療費用，多則要賠償不少。所以供氧中心是創收手段，對景區來說也是一種免責流程。這一點我相信工作過的人應該都懂。我看很多人說未拆封的氧气是可以退給導遊的，如果買的時候就明明白白的告訴大家未拆封可退，我感覺這方面的投訴可以少一大半。另外一點就是氧氣的價格問題，景區的氧氣瓶價格貴，這一點確實。麗江的氧氣瓶價格從幾塊錢一瓶到景區的39一瓶都有，價格差距確實有點大。我問了 AI 氧氣瓶價格的範圍，這是他給的答案，供參考。我的建議是在正規藥店買，藥店買的未拆封的好像還可以退，買之前問問，能退再買。氧氣瓶不能帶上火車和飛機，所以別提前準備，必須當地即買即用。爬雪山的話，按照每個人2到3瓶的量準備，實在不夠山上還可以買。每個人的身體情況不一樣，高反也沒啥規律可循，身體是自己的，還是安全舒適為主。蓝月谷、雲山坪和牦牛坪這3個地方海拔比較低，可以不用準備這麼多氧氣。還有一個網上說的避雷點就是藍月谷的擺渡車，我的看法是，如果你追求舒適不想走就買，時間足夠想自己轉轉就別買，因為有些人從山上下來很累了，還要帶老人小朋友的，確實有需求。我們是因為時間比較趕，3點還有演出要看，所以追求效率就買了。如果第一站就來藍月谷，在這麼美的環境中走走很愜意。我只分享我報的這個團的信息，感受確實不錯。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午餐吃的急急忙忙，味道也不太行，不要買。遊客中心啥餐廳都有，去報不含餐的團。即使自己去的話，也最好上午就爬完。山上氣候變化莫測，起風的時候索道會停運滯留山頂，高海拔地區待時間長了很危險。前段時間玉龍雪山發生過類似事件。我看了下我報的團的價格，現在還降價了。玉龍雪山是納西族人心中的神山，傳說是納西族守護神3朵的化身。13座山峰連綿起伏，宛如一條銀色的巨龍橫臥在雲霧之中，因此得名。所以爬玉龍雪山，即使是強制跟團，我都是理解的，畢竟是人家的神山，尊重少數民族信仰。我們去美國紀念碑谷的時候，即使有國家公園的門票，也要另付現金給當地的原住民才能進去。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，還有這麼多完備的後勤準備，這樣的地方極少極少。我們剛從玉龍雪山回來，今天我要隆重的拍一下這個酒店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花錢了。這是進門的一個屏風，中式的裝修。然後我的背後是衛生間，這個衛生間呢，雙台盆，然後還有一個化妝包。它這個化妝包是男士一份，女士一份，這個包是不能帶走的。如果你想買，可以聯繫前台。它裡邊內容是有區別的，女士這裡邊有浴帽和護理包，男士的這裡邊是剃鬚套裝，是女士化妝包裡的梳子，這是男士化妝包裡的梳子，就非常的普通，就服務可以細緻成這樣。這浴室這個門是可以出來的，不過這個院子有點太小了，但是夠私密。然後浴室也是干濕分離。這一晚上是我們在麗江的最後一晚，訂的是麗江的月容莊，然
然後這邊是個小客廳，這邊是電視，然後有個辦公桌，這邊是個沙发。这个不是咖啡机，它是個飲水機，所以這個酒店是不送瓶裝水的。為了環保，它送你這個。然後就是外邊這個花園啦，遠處也是雪山。我們訂這個價格其實真的很划算。今天晚上杭州的月容莊要3600多，立省2000塊。我們住的是最便宜的花園套房，在床上躺着都可以直接看到雪山。早餐可以選擇的種類比較多，品質也不錯。吃早飯的時候人非常多，晚一點還需要拼桌。這家月容莊在束河古鎮旁邊，很推薦。酒店裡也可以看日照金山。平時很辛苦的工作，出來玩偶爾犒勞一下自己也沒問題。今天大概是我們在雲南吃的最後一頓比較正式的餐了。今天還是吃雲南特色菜，今天吃雲南的魚。我們點了個套餐，這次的套餐裡面包含我們最想點的3個菜，然後小哥就推薦了這個套餐。我們今天爬雪山，我自己用了五罐氧，就是從來不省着，就是哐哐吸。我今天的狀態比昨天的狀態還要好。所以不要省着氧氣，就一直吸就行了。然後現在肌肉也沒有什麼酸疼的感覺，就非常正常。不要等你非常難受了再去吸。晚餐我們從酒店跑到了麗江古城吃的，運氣不太好，當天正趕上後廚出問題，點的菜只能做1道，換了2次菜。不過態度是真的好，又送了甜品，是連鎖餐廳，可以嘗嘗。吃完飯，我們在古城裡轉了轉，管理人員開着小車在古城裡轉悠，也不滴滴遊客，就在遊客後邊慢慢開。古城裡也很有秩序。我之前一直以為這裡就是麗江古城了，來了才發現叫法不太一樣。麗江古城是一個世界文化遺產的統稱，它包含了3個部分：大研古城、束河古鎮和白沙古鎮。而我們平時最常去、最熱鬧的這個區域，正式的名字叫大研古鎮。其實對我們遊客來說，分清這些名字的定義並不重要，只要之後聽到大研古城時不再困惑就好了。古城有熱鬧的地方，也有安靜的地方，還有地勢高低的變化，有時間可以多轉轉。以上就是這次我們雲南旅行的所有內容啦。下期我們要去到一個完全不同風格的地方，那裡有着截然不同的風景和故事。謝謝大家耐心看到最後，保持好奇，期待出發，下期再會吧。